接下来跟紧啦！这个日子特殊，他们也比平时麻烦些，可别给追上了。麻烦？可是你不应该一抬手就能把他们全数消灭吗？啊？那得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啊！你平常是不是有那种容易白日做梦的体质？要是限定今天，还真无法反驳。呼呼！哼哼！尝尝来自星辰的脉冲，接招！呀呀！跑起来了！好了好了，到这里就没问题了。没想到你们跑起来大气也不喘几下，体力蛮不错的嘛。廊丘的路可是越来越难走了，连我自己都很犯难呢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我可要好好喘口气了。喘气归喘气，可你到底是谁啊？啊？哦，看样子你们还摸不着头脑呀。也对，咱刚才来不及自报家门嘛。别人都叫我松雀，家嘛就住在附近的琥珀街。你别盯着我不说话呀，怪瘆人的。嗨，别多心，这人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要在梦里先见一遍自己之后遇到的人。当时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也这副样子。朝云不归山，淋雨成川泽。胡白足欲东，焉念无一客。世界还真是奇妙呢。实不相瞒，那是我100多年前从古书里找来的判词。打从不和外人打交道之后，咱也就没再说过。不过时间的问题倒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比起这个，你们一个自信满满的说自己刚刚从石头里蹦出来没多久，一个说自己做了一场梦，追着一条狗就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了咱这穷乡僻壤。怎么说，两位还真是各有各的别致呢。不过无妨，咱向来不排斥乱七八糟，毕竟就算是昨天咱还追着……等等，你们说的那条狗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2条尾巴？这么说来，倒还真有。不过为什么要这么问？可是根本没人动过那东西才对。就算多尼戈尔愿意，他也不可能做得到呀。多尼戈尔？没什么，我们这边确实走丢了一只宠物。不过嘛，它现于人前的时候样子总是特殊些，恐怕和你们所见到的也不是一回事。好可疑哦。哎呀，咱也是有些隐情的嘛。话说回来，你们现在怎么打算？还是要先去找那几位失散的朋友？当然啦，你不是本地人嘛，我们正好互相帮助啊。哎，你瞧，我们有从梦中获得神力的人，来历不明但好像挺擅长打架的人，长着奇怪耳朵又知道很多奇怪知识的人，还有位乍一看平平无奇但相当有行动力的外星人。嘿，能认识我们，你一定也很赚吧？确认他们的安全的确是当务之急。不过在那之后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我还是想尽快回到欧夏。毕竟从数据之海的投影来看，对那边来说，我处于失踪状态，大家想必都很担心。帮你们找朋友倒是好说，要帮你回去，这还真就有点麻烦喽。不是我吓唬你，这儿可从来没人能出得去，也没人能进得来。不然以咱这活泼好动的心性，还能蹲在一个地方100年不成？这儿有什么好的？可是你刚才说没人能进得来，那我们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嘛，简单来说，你们能来，这的确是一种意外。但要是想解释这为什么算意外，那就有点说来话长了。反正这个地方之所以要存在，不就是为了让某些东西出不去，让另一些东西进不来吗？
就是你反复见过的那些黑黢黢的影子啦。只是为什么是影子，影子又为了什么，那的确门道太多，咱还是得找个安生之处从长计议。你一路也见到了，这附近可都是蛮荒之所。俗话说，东边不亮西边亮，磨刀也不误砍柴工。等回来咱的琥珀街，我也算有点面子，肯定好好帮你们打听打听那些朋友的下落。琥珀街？算是这里唯一有人气儿的地方吧。先去人多的地方打听，倒也合情合理。看来达成一致了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一直没做自我介绍吧？我是希娜迪亚，叫我希娜也可以。我记下了。这位朋友呢？就叫我寻梦者好了。至少今天我认识的朋友都这么称呼我。出入贵地，请多关照。别，你突然客气什么呀？我可巴不得多见几位外乡人呢。咱廊丘一向乏味的很，仅有的一点特产还是这一两句解释不清的影子。换个角度说，他们才是廊丘本身，也说不定。廊丘，影子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不是……好啦，你也别瞎琢磨。针对这些影子好奇，我带你稍微绕个路，长长见识便是。他们虽然来历复杂，也还是有相对单纯的一面。走起！怎么了？抱歉，咱这腿好像蹲麻了，能扶我一把吗？真是怪事，我还能上年纪不成？也别这么说嘛，谁还没有点意外呢？嘿嘿，出发！说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，在那大崩坏之前，咱这廊丘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呢，可不像现在。只剩一条还算拿得出手的琥珀街，所以影子就是这个大崩坏的结果之一。倒也不能这么说，某种意义上其实要反过来看。咻咻！闪电就位！看到了吗？它的全名叫做分叶定影七星镊别被它的名字绕进去了，其实功能上就是个大钉子而已，大家也都习惯叫它们七钉。钉子？难道是用来把影子定住？这样说倒也没错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咱也利用了影子的力量，定住了整个世界。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大崩坏吗？那是100多年前的事了。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讲，就是一夜之间，自己曾经熟悉的整个世界都成了梦幻泡影。不过既然是泡影，那自然有些地方泡泡多一点，有些地方影子多一点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就猜到了，没错，既然咱们这边影子的部分比其他地方都要多，那就要好好利用它，捍卫住大家熟悉的生活，也就是逆天改命。所以，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大崩坏要毁灭世界，但我们廊丘人可不服气，所以借助了影子的力量，逆天改命。可我们还是不明白这个世界炮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的确是世界炮吧？我明白了，你是学生。你别看我们这些琥珀街的人被关了100多年，以前的世界长什么样，咱至少还有点印象。以前不是有一种叫学生的人吗？每天要到一个叫学校的地方去，好让那里各式各样的老师能回答他们的问题。那些人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了。比如一年为什么有18个月，1个月为什么有37天
38天的月份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钟表为什么用顺时针而不用逆时针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。啊，这么一说，寻梦者是挺喜欢提问题。那松雀老师，你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刚才的逆天改命究竟是指什么吗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对抗大崩坏呀，那可是会消除世间一切的大灾难。幸好咱这边的影子最擅长无中生有。虽然严格来说倒也不是，不过你们看起来也不知道影和气的关系啊。俗话说得好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啊？救命啊！我可最怕死了！风景不错。哎，要出发吗？希纳迪亚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荒凉一枕，真要说起名字来，现在可没多少人听说过了。或者说，你就当做是影子嗅到了我的恐惧。放心，像刚才那种矫揉造作的方式，吸引不到太多敌人。再说，在咱狼丘，凡事都讲究一个等价交换。等消灭掉这些影中怪物，我也能帮你们捞到一点好处。接招！哟，好嘞，嘿，嘿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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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呼，哟，哟，干得好！来，寻梦者，借我一下你不知道从哪儿捡到的这个。狼丘环环，影齐听之，急急如律令。风景不错。哎，要出发吗？希纳迪亚正在接近目标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自己变强了一点儿？该说有还是没有呢？那肯定还是有的吧。毕竟咱狼丘的衣食住行可全都和这些影子脱不开干系。具体介绍起来还蛮复杂的，不过还好，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今天正好是为吉的日子。啥？维基？维基？维基？是为吉，不过确实也有点谐音的要素在里面哈。我刚才应该说过，在咱狼丘，凡事都讲究一个等价交换，而为吉就是和这些影子做生意的办法。和影子做生意？影子也像人一样可以交流吗？哎，和刚才说的一样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你就别瞎猜啦。不过，你若想入乡随俗，那我当然不会客气啊。俗话说得好，甭管什么东西，大点儿总没错。朋友，那自然也是越多越好啊。啊，真的有这种俗话吗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我那位师傅，他总这么说就是了。哎，不对，你先别打岔。我本来是要说，狼丘直到今天还没变成海底遗迹，可全指着这些钉呢。所以日常保养那是很关键的工作。海底遗迹？数据之海吗？哎呀，你们知道吗？分野定影七星灭，
顾名思义，一共有7个之多。100多年了，咱可是每天都要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一旦发现哪一柱需要保养了，就得召唤法器帮忙打理。不过，可巧不巧，你这外地人初来乍到，竟然就捡到了宝，就是我刚才从你手里借来的宝贝呀。唉，好久不见，老朋友，这次你要和新的伙伴在一起啦。这是相当贵重的东西吗？倒也不是，与其说是法器，倒不如说是法退。他曾经作为我的伙伴，在几十年前帮大家打理过这个世界，而这也导致了他能量耗尽。于是我把他埋在了影子里，心里隐隐期待着，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焕发新生，重新和我们一起工作。这，我们是不是把它还给你比较好？因为他是你很重要的伙伴，不对吗？不是，重要归重要，但类似的东西我可见过好几百个呢。其中最好使的那个，我一直用到了今天，只是现在恰巧没带在身上而已。而且，既然你们凭缘分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个，从那一刻开始，廊丘不就已经有了2个守护者吗？这么好的事儿，咱可别谦让啊！等等，说了半天，你是想让我们帮你打工？哎，也别说那么难听嘛，付出当然有收获呀，更何况是咱这讲究等价交换的廊丘呢。来，我先帮你们列个报酬清单，自己感受一下。别看我这样，可没有放松警惕啊！咻咻，怎么样？如果经年累月在做这种工作，还是有点辛苦的吧？半年可能还好，要是超过1年，那我肯定就不想干了。哈哈，咱可是干了100年呢。大家要跟上啊！好嘞，哟，一起上吧，搭档！久等了呀，希娜。哒！雷光启蒙！哼，尝尝来自星辰的脉冲，接招！哈哈哈哈哈！跑起来了！比你快呀！前面好像有什么事。我要跳了。去吧，保准摔得粉身碎骨，死相极其难看。喂，他们这是……寻梦者，这个距离我们能接得住吗？啊，不用管他们。你在胡说什么啊？这种事怎么能不管？就先听我一次吧。我们要是插手，反而挡了人家的财路，说不准就变成咱们被从那里丢下去了。不信，你看，这样应该就足够了吧？至少也够我们挨到下一次危机了。看吧，咱说什么来着？对外人来说是奇怪了些，但这也的确称得上是廊丘的淳朴民风。我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总不能说是你们这边的人爱好很独特吧？怎么会？
你刚才见着的是人家过日子的方式。人在讨生活的时候，瞧上去总是奇怪又狼狈，这不是很寻常吗？在没有影子的地方，想必也是一样吧。虽然我是没什么经验了，不过能感觉出来，这还真是个让人伤心的话题呢。寻梦者，你的老家也是这样谋生的？必须经常做各种自己不喜欢或者特别害怕的事情？难说，欧夏市好歹是有全民福利制度，当然，也完全没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程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刚才的两位，显然更像谋死才对。嗨，这个嘛，怪我，卖的关子还是太多了。之前也说了嘛，影子最擅长的就是无中生有，咱这些本地人又常常和他等价交换。和无中生有进行等价交换？哦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也得有点无中生有的办法才行。呀，你还真够灵光的。哪天要是混不下去了，咱一定拉你搭伙去街头卖艺。可是既然要等价交换，你们用以交易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刚才见到的两个人，他们什么也没做，也什么都没有得到才对。可是他们害怕了呀。这能说明什么吗？这逻辑不是很简单吗？能用来和影子做生意的，就是他们的恐惧呀，对吧？然也。这究竟是什么原理？数据之海虽然能够化虚为实，也不可能完全依从他人的欲求。而且，为什么影子需要的是恐惧？这咱也说不明白了。都知道生起火来能做饭，但咱们谁也说不清火究竟是怎么回事吧？确实，也不是所有的火焰都是等离子体。看来是这个世界独有的规则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我对数据之海的了解果然还是太少了。虽然因为不合常理，我反而能更快理解了，但仔细一想，这也太地狱了一点吧？想要讨生活，就得一直担惊受怕。嗨，不都一样吗？就算放在以前还没有大崩坏，狼丘也没有分出来的时代，人想要得到什么，那也不容易啊。都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只是时不时担惊受怕一下，对大家来说，作为过上好日子的代价，倒也公平。嘿嘿，虽然我肯定更喜欢不劳而获就是啦。分出来，狼丘，奇怪，无论哪一次听到都觉得很耳熟，到底是在哪里？对了，没记错的话，之前你说过，自己上一次见到外来者已经是100多年以前了。你不会是想说，自己已经几百岁了吧？这我倒是不强求，嘿，16岁也行。这么灵活？哎呀，因为哪有你这么问的嘛？女人都这样，我就算活了1000年，现在也16岁。怎么突然提起这个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们早就见惯了呢。这么说来，难道我是来到了一个人们已经征服了生老病死的世界？那倒也没有，或者说能遇到我，你运气当真不错。别看我现在没什么本事，但在这小小的一方世界里，咱的确也算个稀有物种。当然，也可以说，我只是比他们更害怕罢了。跑题了，前面就是琥珀街，我们倒也没必要在这荒郊野岭耽搁太久。怎么样？大家一鼓作气，继续出发。